大家好，我是大鹏。提到黑洞，你脑海里浮现的第一张画面是什么？我猜大概率是诺兰电影《星际穿越》里那个拥有华丽光环、深邃又迷人的卡冈图亚。在那部电影里，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看清了黑洞的样子，但在2019年，当科学家终于把真实的黑洞照片展现在我们面前时，它却是这样的：一个模糊的、橙红色的、像甜甜圈一样的形状。这一刻，可能很多人都大失所望，但别急着失望，因为这张看起来甚至有些糊的照片，其实比电影特效恐怖得多。这中间的黑色区域不是简单的空无一物，而是宇宙中最极端的禁区。那里的引力强大到连光都无法逃脱，时间和空间在那里失去了意义。这就是黑洞。这就引发出了一个巨大的逻辑悖论：黑洞的定义就是不可见的。既然它不反射光，也不发射光，甚至会吞噬光，我们凭什么给它拍照片？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到底拍的是什么？而这种能吞噬恒星的宇宙怪兽，最初其实只是夜空中一颗温柔的星星。要理解黑洞，我们必须先了解它的前世——恒星。咱们头顶上的太阳看起来平静永恒，但实际上它每一秒钟都在进行一场极其暴力的拔河比赛。这场比赛关乎生死。这场比赛的一方是向内的万有引力，引力想要把这颗星球所有的物质都拉向中心，试图把整颗星球压碎压塌。而比赛的另一方是核聚变，恒星的核心每秒钟都在发生1万次爆炸，这股向外的冲力像无数双大手死死顶住了引力的压缩。只要燃料含够，这两股力量就能打个平手，能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这就是恒星能活着的原因。但是这场较量并不对等，引力是一种持久的基本作用，而恒星的核聚变燃料却是有限的。对于像太阳这样的中等质量恒星，当燃料耗尽，它会膨胀成红巨星，然后把外壳轻轻抛洒出去，最后剩下一个叫做白矮星的核心，慢慢冷却，最后变成宇宙里的一块大石头。根据科学家的推算，太阳还有大约50亿年的寿命。50亿年是什么概念？那时候别说你我了，连地球上的山脉都不知道换了几轮了。甚至可以说，咱们人类这个物种能不能撑到那一天，都是个巨大的问号。但是对于那些质量特别大，我是说比太阳还要重20倍以上的超级恒星，比如参宿4那种，它们的死亡过程往往伴随着强烈的能量释放和终极坍缩。当这种超级恒星的核心燃料耗尽时，核聚变反应会在极短时间内停止，失去了向外支撑的压力。此刻引力的作用占据主导，恒星内部开始迅速坍缩，在不到1秒时间里，一颗质量超过太阳几十倍的恒星失去了平衡，外层物质以接近光速的1/4向核心坍缩。这种急速坍塌撞击核心会产生一股巨大的反弹波，这就引发了宇宙中最壮观的烟火表演——超新星爆发。如果你运气好，那时候正看着天，你会发现天上突然多了一颗亮得刺眼的星星，甚至白天都能看得见。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爆炸后残留的核心。如果这个核心的质量超过3个太阳质量，也就是所谓的奥本海默沃尔夫极限，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在这种质量下，宇宙中没有任何已知的力量，电子简并压也好，中子简并压也好，都无法再抵抗引力的作用。引力会继续疯狂地压缩这个核，原子被压碎了，电子被压进原子核里变成了中子，接着中子也被压碎了，夸克也被压碎了，直到最后，所有的物质，这颗星球上曾经拥有的一切，山川、河流、岩石、大气，都被挤压到了一个体积无限小的点上。根据现在的物理公式，所有的物质都被挤压到了密度无限大、体积无限小，这就是起点。而在起点周围，因为压力太大，连光速都跑不出去，这就画出了一道看不见的红线。这道线就是著名的事件世界。这名字听起来特别有诗意，意思是事件的边界，这也是宇宙的单程检票口。在这个边界之外，你还有机会逃跑，一旦你的脚趾头跨过这条线，哪怕是1微米，你就再也回不来了。对于外部宇宙来说，你已经在物理意义上消失了，这就是黑洞的诞生。早在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后没多久，德国物理学家卡尔施瓦西就在一战的战壕里算出了爱因斯坦方程的一个精确解，预言了黑洞的存在。有趣的是，连爱因斯坦本人都不相信自然界真的会允许这种时空起点存在，他认为这只是数学上的巧合。直到1个世纪后，我们不仅确认了它们的存在，还决定给它拍照。黑洞之所以叫黑洞，就是因为它黑呀，它不发光。咱们的相机怎么拍？这就好比
让你在没开灯的屋子里给一只纯黑色的猫拍一张高清写真，这不是纯属难为人吗？但科学家总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他们想到了一个点子。我们虽然拍不到黑洞本身，但我们可以拍到它的影子和它的餐具。黑洞虽然不发光，但它周围可不是空的，宇宙里到处都是气体、尘埃，还有恒星碎片。这些物质掉进黑洞之前，会像水流进下水道口一样，在黑洞周围形成一个旋转的盘子，这叫吸积盘。因为引力太大，物质在里面转圈的速度极快，接近光速。这些气体之间互相摩擦、挤压，温度会飙升到几千亿度。几千亿度是个什么概念？它会发出极其强烈的辐射，从无线电波到 X 射线。所以黑洞本身虽然是黑的，但它穿了一件宇宙中最亮的外衣。我们只要拍到了这件发光的衣服中间那个黑乎乎的缺口，不就是黑洞的影子吗？科学家们选定的观测目标有2个，一个是位于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星座 A， 另一个是室女座星系团中心的黑洞M87。选择 M87 的原因除了大，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它稳。银河系中心的黑洞虽然近，但因为它相对较小，周围的物质转一圈只要几分钟，画面每时每刻都在变，很难抓拍到。而 M87 因为大，物质转一圈要好几天，这给了我们足够的曝光时间来看清它的样子。然而 M87 也有一个挑战，它距离地球约550万光年，换句话说，光要花550万年才能抵达地球。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下， M87 在天空中的角直径仅约40微角秒，这是一个极其微小的尺度，相当于在北京分辨纽约一张桌子上的橘子，或者在地球上分辨月球上一只手电筒灯丝的细节。根据光学衍射极限原理，想要看清楚这么小的东西，我们需要一个口径巨大的望远镜。这个望远镜需要多大呢？算下来的结果让人绝望，我们需要一个地球那么大的望远镜。虽然人类基建能力很强，但造一个直径1.3万公里的镜片依然是天方夜谭。难道我们就此放弃吗？科学家们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既然造不出一整块实体的大镜子，那我们就用虚拟的，这就诞生了著名的事件世界望远镜 EHT 计划。这一原理被称为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 VLBL。 科学家们将射电望远镜分布在全球各地，夏威夷的莫纳克亚山、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墨西哥的火山、西班牙的内华达山脉、美国亚利桑那的荒原，甚至是南极点，共计8台顶级设备。虽然这些望远镜接受的面积远不能与地球相比，但只要它们在同一时间观测同一个目标，如 M87 星系中的黑洞，并利用地球自转不断改变望远镜之间的相对位置，就能逐步填充一个虚拟的地球口径望远镜。这种方法叫做地球旋转合成孔径。最终，科学家们通过干涉测量，把各个望远镜采集到的信号拼接在一起，就像一面模糊的镜子上擦出许多小孔，只要这些小孔分布的足够广，就能拼凑出整体的图像。这一操作难度极高，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时间同步。为了让分布在全球相隔数千乃至上万公里的射电望远镜能够合成同一幅图像，它们记录信号的时间必须精确到纳秒级。如果时间误差超过这个范围，干涉图像就会完全失真，整个观测计划将失效。为此，科学家在每个观测站都配备了超稳定的氢原子钟，这种时钟精确度极高，理论上数千万年才会产生1秒的误差。正是依靠这种定海神针，全球的望远镜才能保持在同一时间基准下协同工作，从而实现甚长基线干涉测量。其次是观测条件，射电波虽然具有较强的穿透力，但在毫米波段仍然容易受到大气水汽的影响。要让分布在全球的8个观测站在同一周内保持晴朗干燥的天气，概率极低。幸运的是，2017年4月，全球多个观测站同时迎来了一个罕见的理想观测窗口期。科学家们抓住这一机会，连续5个夜晚同步观测，最终获取了关键的数据。最后一个挑战是数据量，在短短几天的观测中，8台望远镜总共记录了约5PB 的原始数据，相当于5000TB，这一规模远超常规网络的传输能力。即使使用千兆光纤，也需要数十年才能完成，更不用说南极站点的网络条件。因此，科学家们采用了最可靠的方式——物理快递。他们将硬盘从望远镜上拆下来，装箱后通过航空运输送往数据处理中心。尤其是南极点的硬盘，由于极热期间无法飞机起降，只能在冰库中保存整整半年，直到夏季第一班飞机抵达才被运出。这也印证了天文学界的一句名言：永远不要低估一辆装满硬盘卡车的传输带宽。硬盘终于都汇聚到了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德国的马普射电所。
但这还不算完，硬盘里的数据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噪点，需要超级计算机进行复杂的清洗和拼接。为了防止科学家因为太想看到黑洞而产生的主观幻觉， EHT 团队搞了个盲测，他们把科学家分成了4个小组，这4个小组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互相不许说话，不许交流，各自独立开发算法去处理这堆数据。这就好比4个人分别拼同一张拼图的4个角，只有当大家拼完的那一天，大家聚在一起，如果4张图能拼成同一个样子，那才说明是真的。2019年4月的一个日子，这4个小组终于拿出了结果比对。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4张图片虽然细节有点不一样，但核心特征一模一样，都是一个中间黑、周围发亮的环。好，现在让我们把你这双肉眼换成天文学家的法眼，再仔细看看这张照片。这个甜甜圈其实透露了很多秘密。第一，为什么下面亮上面暗？这就是黑洞的多普勒波束效应，这说明黑洞在剧烈的自转，而且吸积盘里的物质也在疯狂的转圈。照片的下半部分物质正在像高铁一样冲着我们的脸飞过来。根据多普勒效应，迎面而来的光源会变亮变蓝，也就是蓝移效应，而上半部分的物质正在离我们远去，跑到黑洞的背面去，所以光变暗变红，也就是红移效应。这就像救护车朝你开过来的时候，声音更尖锐，离我们越远时声音更低沉一样，光也是一样的。第二，那个黑色的洞是黑洞本身吗？严格来说不是，中间那个黑色的圆形区域其实是黑洞的影子，真正的事件世界其实比这个黑影还要小一点，大约是影子的1/2。为什么影子比本体大？因为光线绕过黑洞附近时被引力掰弯了，黑洞像个凸透镜一样，把背面的光、侧面的光都给扭曲了，形成了一个放大的视觉盲区。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光线在时空边缘垂死挣扎留下的最后剪影。这张模糊的照片是广义相对论的又一次完美胜利。爱因斯坦在100年前用纯粹的思维和数学构建的模型，竟然和100年后我们用举全球之力拍到的照片严丝合缝。难道这就结束了吗？并没有。还记得刚才提到的在我们银河系中心的黑洞人马星座 A 吗？在搞定 M87 这头大怪兽之后，科学家们又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专门攻克这张难拍的黑洞。他们开发了新的算法去捕捉那些瞬息万变的信号。终于在2022年5月，我们看到了第2张黑洞的照片。虽然它看起来是一个模糊的甜甜圈，甚至比 M87 还要糊一点，但意义非凡，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家门口的怪兽。此时此刻，那个质量是太阳400万倍的庞然大物就盘踞在距离我们2.6万光年的地方，统治着整个银河系的旋转。很多朋友第一次看到这2张照片时，除了觉得模糊，或许还会感到一丝恐惧。毕竟这是宇宙中最极端的天体之一，连光都无法逃脱的深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光环，其直径约为1000亿公里，光要穿越它都需要好几天的时间。而在这片极小的像素中，任何靠近的物质，无论是气体、尘埃还是行星，都会被强大的引力捕获并撕裂。但换个角度看，这张照片也是人类写给宇宙的浪漫情书。我们不过是身高2米、寿命100年的渺小物种，生活在银河系猎户座悬臂边缘的一颗普通星球上。我们的大脑只有1公斤重，最初只是为了在非洲草原上分辨果实和躲避猛兽。但凭借着好奇心与理性，我们竟然推算出了几千万光年外存在这样一个怪兽，并且通过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造出了一个地球口径的虚拟望远镜，真正跨越虚空，凝视了它一眼。尼采曾说，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而这2张照片证明了，哪怕深渊再黑，也无法熄灭人类眼中的光，因为我们渴望未知，渴望去理解那些尚未被揭开的秘密。正是这种渴望，让我们一次次跨越极限，把不可能变成可能。